今天做了2个动作，一个是把手里 KRYS 的止损往上抬了抬，另一个是把一只磨了快1个月几乎不动的票卖掉，换成了1趟。先说趋势交易的老规矩，就一句话，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听着简单，落到手上就是2件事。赢的票别急着下车，把止损跟上去，让它继续跑。不赚钱的死钱，尽早换掉。今天这2个动作，其实就是这句话的2半。不过今天最值得讲的，不是换了什么，是系统推给我的4只买入里，有2只是软件，我1只都没碰，放着系统的推荐不买，为什么？这期就讲这个。先看盘面，系统今天给的市场环境是 BULL 满分4/4，建议最多拿6个仓。顶部那5个预警信号我一个个查了， VIX、市场宽度、信用债、大盘对200日线、走弱的板块数5个一个没触发，不用减仓。不过分数满不等于机会满。你看大盘指数 SPY 最近1个月只涨了半个点，基本走平了。上半年领涨的半导体、科技最近1个月都在往回调。下周3还有一场议息会，所以今天我的基调就1个字，稳，宁可少动。先说 KRYS， 它是我手里浮盈最多的一笔，大概 15%。它从最高点回撤了1成，跌破了20日线，系统给我算了个移动止损330出头，但这个位置今天不能用，为什么呢？ KRYS 现价就在332，止损放330，中间就剩1块多的空间，而它一天正常的波动就有16块，是这点空间的10几倍，贴这么近，一个正常回踩就把我扫出去了，那等于没设止损。移动止损是干嘛用的？是价格创新高的时候跟着往上锁利润用的。 KRYS 现在是回调，不是创新高，我不该硬把止损贴上去，所以我去看它脚下的结构，50日线在333，最近20天的最低点在325，我把止损放在317，压在这2个位置下方一个波动单位的地方。这条线的意思是，只要 KRYS 守住325，回调就还算健康，我不动。真跌破325，连50日线也丢了，那才是真坏了，我再走。关键就一句，止损从310抬到317，是往上抬，锁更多利润，绝不往下挪。举个例子你就懂，一支票你100块买，涨到130，把止损跟到120，它回调到122，你心一软，想再给它2块空间，挪到115，接着跌到116，你又挪到110，这就不叫止损了，是陪它一路亏到底。止损只往一个方向走，往上。再说换仓，我卖掉的那只不是亏损票，它还绿着呢。问题是资金效率，快1个月了，只涨不到 3%， 连着6天没再进筛选榜，这是死钱，不是坏钱。死钱要不要动，得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放，不能为换而换。系统今天推的4只买入，2只是软件，我第一反应也是软件，可一查板块强弱，就发现不能碰。怎么判断板块强弱？我们看行业 ETF 相对大盘的超额收益，不看自己候选池里哪个板块股票多，候选池是有选股偏好的，占比会骗人。软件这个板块半年跑输大盘将近17个点，3个月、1个月还是负的，全场倒数第2，波动还特别大。这就落到我今天最在意的一条，宁可少赚，也别让本金在震荡里被磨掉。软件这2只贝塔都在 1.4 以上，什么意思呢？大盘一颠，他们跟着颠，还颠得更狠。这种时候冲进去，赚的钱不够，止损来回磨掉的。所以软件我1只没要。那又强又稳，现在还在往上走的板块有没有？数据里就2个，能源和工业，波动都低。可惜今天池子里的能源候选多是邮轮、航运，自己波动很大，不是我要的稳。绕了一圈，反而是系统推的另外2只医药里藏着更合适的，这2只是 BLFS 和1趟，它们是动量票，但贝塔一个 0.66， 一个是负的 0.37， 贝塔低甚至为负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走自己的基本面，跟大盘不同步，大盘再跌跟他们关系不大。ETON 这个负0.37更直接，它基本不跟大盘一起动。你看，软件那两只怕被洗，症结就是他们高贝塔跟大盘绑死，换成低贝塔的医药，这个问题本身就小了。我上午还差点犯个错，只认板块弱这一条，差点把这两只也一起否了。后来想明白，板块弱那条规则是给高贝塔跟大盘绑死的票用的，套到走自己基本面的低贝塔个股上会误伤，规则得分清用在谁身上。两只里我挑了易痛，为什么不是 BLFS 呢？我把两家财报拉出来比过，易烫营收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往上走，同比涨 40%， 最近2个季度从亏损转成盈利，而且是靠主业赚的，不是卖东西的一次性收益。BLFS 也是好公司，账上净现金，现金流为正，但主业基本还在打平，报表上那点利润主要靠卖掉子公司凑的，估值还更贵。要买主业真在赚钱的，那就是易烫。有人问我，易痛是不是跟 KRYS 类似，能不能也走成那样？我查了它做什么，答案是两家生意完全不同，别拿 KRYS 的逻辑套它。KRYS 是原创基因治疗，它那个药是全球第一个能反复外用的基因治疗，用改造过的病毒把缺的基因送进皮肤，治一种先天的皮肤病，这是真突破。一个平台还能往别的病上延伸，别人超不了。它这些年涨上来是科学壁垒撑的。易烫呢，是把旧药做成新剂型的罕见病药企。他手上10个上市产品，多数是把已知的药做成儿童版、孤儿病版的新剂型，拿批文卖进小众市场。它的增长靠不停买产品、上产品，不靠科学突破。护城河是执行力，比 KRYS 那种科学壁垒要薄。它确实涨了很多，2年涨了12倍，但往后看，他自己给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5亿美元收入，那是一家中型专科药企的样子，是稳稳的复利，很难再来一个12倍。而且他现在已经按每一步都做对来定价了，一旦哪个产品上市不及预期，估值会杀。所以我买易痛不是把它当下一个 curse 来压，它就是一笔趋势交易，吃它现在最强的动量，加上刚转正的基本面，靠止损兜底，它是不是长期赛道股，那是长期账户另说的事，两个别混。具体怎么做的，我把那只死钱清掉，这一段赚了 4%， 然后进易痛只进了半仓。这里有2个刻意的选择，第一是换，不是加，卖掉死钱再进易烫，仓位数还是3个，2只都在医药，集中度没变坏，只是把不动的钱换成在走的钱。今天大盘走平，我不想为了填满6个仓硬去多开一个。第二是半仓，不是满仓，仓位我只讲比例，系统按风险预算给我的是满仓，我只进了一半，占总资金大概 8%， 这一笔最多会亏掉的，控制在总资金的 0.8% 以内。为什么说一半？因为易痛已经涨了12倍，贴着1年新高，离200日线偏离70%多，是追高区，盘子还小，容易跳。这种票先进一半，认亏认小，等它回踩到10日线不破或者缩量整理之后再放量，我才往上加。加仓那一笔到时候再算。平仓我走系统的流程，交易记录、平仓账、因子跟踪、3本账一起写，不手工改文件。KRYS 的新止损317也在券商那边实设了。最后收一下，我手里现在还是3个仓，全在医药，子行业不一样，基因治疗、临床生物、特药，失败的原因各不相同，算分散了一点风险，但他们都归医疗这个大板块，一起跌的时候会一起承压。这个集中度我记着，不装作它分散。今天最该记的一条，差点被板块弱一刀切掉2只低贝塔的好票，规则是死的，得看用在谁身上。风险也照实说，易痛偏追高，估值不便宜，所以我只进半仓。组合还是全医药，没解决集中度，这些我都摆在明面上，不靠一句止损带过。
趋势交易这套赚钱靠的从来不是每笔都对，是砍小亏拿大赢。今天这两个动作就是把一只不动的死钱换成一只在走又不跟大盘瞎颠的票，同时把赢的那只保护好，就这么简单。以上是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